大家好，我是肤浅喜欢被赞美的丹丹。我们现在在花莲。前阵子听说花莲的观光客越来越少了，我这一次要亲自来看看现在的观光人潮到底是多还是少。这一次我们会在花莲的市区主要景点去逛逛。将军府吧，我们还没去过。一个文创景点，好像这几天花莲有几率会下雨，所以这一次我们就跟之前不一样，之前都是租机车，这一次呢会去租汽车。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先去租车喽。正常来说，外面不是都会有一堆人在拦说，要不要租车？要不要租车？刚刚其实就有几个问啦，只是你没有理他们而已。啊，习惯性的，没有看到机车忽略。附近那边都蛮多家的。那有个很大的招牌啊，不然去租那一间好了。你好，谢谢。好，因为刚刚臭脸哥跟我说花莲的新景点是将军府，那我完全没去过，所以我现在非常好奇，我第一站就要先去将军府。那我们就出发喽。是不是全世界只剩我不知道？对啊，而且他们家都开1年半，这样不知道。正在看电视的你知道吗？知道，可能不知道，因为他之前没那么红。下面大家会骂我，说你在乡巴佬哦，好日系哦，这很像嘉义的快意生活村，所以这是要停路边的停车格，找路边停车格，被下车喽。第一次来1936年就盖好了宿舍，然后把它整个翻新，对不对？对。它现在变这样子，变得很有质感呢。你来花莲这边有好山好水，这边还有一个日式的园区，里面做这么有质感。这里有很多名店，像那个大家会吃的定制渔场就在那。这里也有吗？它也需要排队。真的，你知道我这一次身负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因为我自从搬进新家之后，我就觉得到各地去旅游的时候，我要买当地的伴手礼，像花莲可能会剥皮辣椒，对不对？买一些当地产的可以入菜的食物。这些伴手礼买完了，我再来评比一下，顺便介绍给大家看，可以看看我们这趟来花莲到底买了多少伴手礼。好多人哦。不是说没有游客吗？很多肖像权我们不能拍他们。我现在有一点想要吃小点心，因为刚吃过早餐了。这间店叫猫丁木，有双麒麟你好，蜜香红茶，一支这个冰淇淋。这间猫丁木布置得很温馨，里面除了有猫猫的布置之外呢，他们卖的东西也很单纯，只有冰淇淋跟鸡蛋糕哦。如何你觉得吃起来怎么样？还不错啊，全伟家的更贵啊。可是要组成2个人，凑2只。我觉得没有化学，甜度也不高。我现在有点期待等一下的鸡蛋糕，鸡蛋糕的味道很香上面是一个猫爪的造型。鸡蛋糕的部分很湿润，但因为我是刚出炉就直接吃了，建议大家吃这个买了之后不要放太久。第一家店都那么喜欢，迫不及待想要再去体验下一家。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东西，怎么可能？那么多伴手礼店很常都看到啊，只是装不知道是不是？到花莲通常都是买麻薯啊，花莲的特产不应该是麻薯吗？所以花莲馅饼是什么？我超好奇的，我们进去看一下。对，现在有人是在背业配的讲义吗？之前完全不知道这家店，所以我就问店员他们有没有品牌故事，为什么要叫花莲馅饼？他们希望来这边的旅客可以吃到用在地花莲的食材做出来的点心。他们创始的商品叫做菩提酥。那现在呢，我们来吃吃看它这个菩提饼吃起来是什么样。那这间店它比较特别的是，它这边有现烤的服务。你平时在外面的伴手礼店，你可以买到就是这样整合的产品。如果你是来到将军府的这个门市，它是有提供这种现烤的菩提饼可以吃的。这我人生第一次吃哦。它有点像是那种花莲薯，外面烤过之后，里面放麻薯，因为它的甜度很低，又带一点奶香味，所以吃起来很顺口。臭脸哥现在吃的是抹茶口味，觉得如何？不是我的菜，我可以说实话吗？可以啊，你是怕得罪县长吗？我会被抓去。不会，这不是县长开的。它跟我想象不太一样。你想象的是？它是有麻糬吗？有啊，有吗？还是我没咬到？我这里面有啊。有，里面有。哦，但是我有麻糬的话好像还行。所以你刚刚是咬太小口了，你要咬到麻薯才会刚刚好。对，真的要吃到麻薯。然后有加一些松子，可以增加它的口感。我觉得这个买回去送人，收到礼物的人应该会蛮开心的。我们刚刚把它拆开了，给大家看一下。3个口味都有，芋头。对。它在今年有得到了百大伴手礼的金质奖，2025年刚获得的。那因为我们这一趟来呢，就是要买当地的伴手礼，这个就是我可以带回去的伴手礼之一。还有它这个五行酥，我们刚刚看到了，你拆开来吃吃看。感觉这比较会是我的菜。你给镜头看一下，不是你咬嘞？还没咬。是你的菜吗？还行，它有蛮多坚果。你多吃一点。我决定今天的冠军是芋头口味的菩提饼。这家店好像是专门卖伴手礼的，名字有一点直白，喜欢采风。你好，
他们这一间店里面啊，除了伴手礼之外，居然有一个很可爱的午茶套组。他们这一间店他们自己做的这个沙琪玛，像刚刚吃的那一家它是比较软式的，可是这一家它是脆的。然后这边还有做米汤，我刚刚有问老板娘，她说他们用的是花莲在地的米。那我现在试试看酥的沙琪玛吃起来是什么样子。哦，哇，声音很清脆吗？很脆耶！海苔口味试试看。哦，可以录 ASM 啊，好脆的，声音我这边都听得到。我此生吃过最脆的沙琪玛就是这个了，它没有任何的油耗味，口感很干脆，甜度也不会很高。那我现在来试试看这个 B 汤，也是很酥哎。臭勇哥，我跟你说，买爆它！这个啊，我把它吃光了。没关系啊。而且 B 汤是非油炸的嘛。那 B 汤呢？他们用特殊的方式，就是像是那种宝宝米饼的方式去制作，它不是油炸的，热量也比较低一点。午茶套组呢，一组是89块的 rate，然后再附一杯茶给你。这家店一定要记起来，到将军府直接走进来，位置在D2。对。我们可以研究一下要买什么口味了。刚刚隔壁那个伴手礼店逛完之后，发现又是一间，而且这一间好像展售的也蛮多的。然后现在我们进去看一下，这间感觉好像卖比较多手工的东西哦。哎，那个酱油就是我们有安排要去做 DIY 的地方，看起来很有质感哎，价格还不错哎。那明天去体验完再决定要不要买。好，这个小米酒是气泡的哎，要喝看230。吓到吃手手，先不要，太贵吗？有它应有的价值啦。可是我们买伴手礼还是要考量一下预算哈，帮大家监督一下价格。好漂亮哦，这边是香氛，一过来就有一区很香的味道。那个我朋友有买给我过，然后你喜欢吗？还不错啊。那你当初知道是花莲的东西吗？我不知道哎，完全不知道。摆在这边应该都是花莲来的吧？对，它叫利物哎，利物溪很有质感呢。它蛮香的啊。你要穿这个骚衣吗？这很漂亮。如果说有来将军府这边，然后你不知道去哪里买伴手礼，我觉得2家店是连在一起的，你刚好2家逛完就可以全部都一次买齐。而且我觉得这家店的东西就是很有质感，虽然价格可能不一定那么亲民。好啦，那我们就准备要买伴手礼了。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走了吗？不是，因为我刚刚去他们的那个洗手间，然后他洗手间的那个肥皂是他这家店的，他上面有写爱心肥皂免费使用，味道超好的，他好会做生意哦。因为我就这样试用了一下，本来要走了，上完厕所又被拐来了。而且它的触感很洗完手，我现在手好滋润哦，不买不行，我要看一下。那这种肥皂叫做冷制法肥皂，它就是油跟碱在室温皂化2到3个月，这种比较花时间，但是它是唯一的做法，可以把保湿的成分甘油都留在里面，洗洁力可以控制，很适合洗脸洗澡。这样子是520。好，赶快逃离这个地方，不能再继续待下去，好危险哦！要离开之前呢，都被吸引去。我们已经花好几千块在这里，再买剁手手，赶快绕跑。可是等一下还有很多伴手礼店要去，我觉得我们这个企划太烧钱了啦。这边的伴手礼有超乎我的期待，因为他们好强调在地连结哦。现在买的有点累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来吃个午餐。这个臭脸哥之前吃过的加咖喱，他说还不错看。算是花莲蛮有名的咖喱，以前在别的地方，然后现在搬过来将军。我这次没吃过，我蛮好奇，因为我是咖喱的奴隶。现在我来试这个臭脸哥点的炸猪排跟他的咖喱，在这边吗？所以可以沾这个绿咖喱酱吃。对，它酱给的比较少啦，所以它的咖喱是属于那种你吃一口然后配一口饭的那种流派，不是让你可以拉在一起，汁没那么多。它绿咖喱好香哦，它是比较浓的绿咖喱的。这家加咖喱我是第一次吃，我觉得有一种挖到宝的感觉，价格是不算便宜啦。它从以前其实就没有很便宜了。大家吃咖喱就是哪一种流派的？但我自己本身也是不喜欢搅拌派的，咖喱搅在一起就会很香。对啊，大家知道的。现在要来试它这个鬼头刀肉，刚惊喜的发现，它搭配的蘸酱是我最喜欢的这种泰式海鲜蘸酱哎。这种海鲜蘸酱啊，你要蘸鱼啊、蘸蟹啊、蘸虾都非常好吃。它特别适合油炸的海鲜，它可以去油解腻。看一下这个鱼肉。它肉质非常鲜嫩，炸的熟度也刚刚好，吃起来不会柴，而且还非常 juicy。最重要的是，这个海鲜酱它可以帮海鲜增加非常多分，所以吃起来好爽口。拜托你一定要点起来好吗？采购了2袋伴手礼，最后我们会把这次拍的所有的做一个总评比。好，这边是什么工业区吗？回蓝匠人，这看起来不像是会有伴手礼店的前面呢？还是这人家办公室？
没人。什么西？剥皮辣椒他们就有非常多的口味哦，牌子它是有得到花莲县长颁的这个金质奖，那这个有没有参考价值，就是看大家去了解它这个奖是在颁什么，这样会被骂。他们说东部这里的剥皮椒，只要是原味，通常就都会加茶油。小米酒这个剥皮椒的口味是相当适合拿来做烧酒鸡的。那如果说你是想要下酒的话，因为他们花莲热水这边有产柚子嘛，那它这边也用那个香柚的皮去做剥皮椒，所以吃起来会有一点柚子皮的清香。它辣度有分5个等级，整区的辣度都是大概在2条左右。我们越后面会越辣哦。如果你在煮汤，你是对于比例非常的没有把握的人，这个就是救星，因为他直接买这个大罐回去啊，大概可以煮4个人左右的鸡汤，你也不用去烦恼说我要怎么调味。再来后面这里就是辣度大魔王了，这边叫做鲜天酱，因为它里面用的是辣度超高的炒盐椒。我们要买什么？剥皮辣椒一定要买啊！人参、枸杞、波波养生汤。如果懒的话，好像可以直接买那个。买完走人。那我先从你的载具，然后你是要刷卡是吗？对。我刚刚才了解到，原来他们其实门市就2个，一个就是他这边是他的本店，是来到本店这边才能了解到他所有的产品，因为他这里摆的好齐全哦。他说有70%的剥皮辣椒产品都是他们家代工的。Go！ 到花莲一定要吃的就是这个花莲薯。通常呢，到花莲不管到哪里，大家都会卖花莲薯，因为这间店我觉得它的整体的形象打造蛮好的，它不像那种工厂货批来卖的感觉，它有一种自己认真研发的感觉。花莲薯这个甜点啊，以前是日治时期传进台湾的一个点心，那因为它早期外面是有一层薄薄的面粉皮的，那这个东西你要是放久了，那个面粉皮会干掉，那你冰起来它也是会干掉，吃起来口感没那么好。但是他们现在改良之后呢，他们就变成只刷一层蛋液就下去烤了，所以它完完全全都是地瓜的成分，你直接把它放进冷冻再解冻，也不太会影响它的口感。那我现在想要来试吃看看，刚刚我们有请他们帮我们把产品和面，这样子比较好拍。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切面，从切面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真的完全，等一下声音会不会太大了？对，我们等飞机飞走。他们的地瓜是来自于当地的，对不对？北边的新城。那他们这家店，他们都有强调，他们使用原料尽量是花莲在地生产的原料，因为他们也希望说他们的产品可以帮助到在地的小农。那我来吃吃看。它是一个很纯粹的地瓜的味道，然后带有一个淡淡的香气，这个比较扎实啊，它是芋泥的，它的外观比较小一点，因为它们的重量都是一样，可是你可以看到切面，它就是扎扎实实的，没有空气，它很像在吃冷冻芋。那3选1的话，你会选哪一个？紫薯。哦，但是你把地瓜吃完，哇，这好像没有说服力哦。我刚刚随手抓了一下，其实我觉得紫薯跟地瓜原味的那个分数非常接近。但因为丹丹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吃地瓜的人，对，我是地瓜的奴隶，大家知道吗？那现在我要来试一下这个创新的口味，里面呢有包麻薯。那我有问店员说，那这个麻薯你如果把它拿去冰还是干嘛？这样子里面不会硬掉吗？他们说它这个有特别调过，里面的麻薯其实你稍微可以放下，也不会太硬，它不会影响口感。它也是可以冷冻再退冰。我觉得麻薯帮这个东西加很多分了，口感这个很丰富，我觉得它吃起来更有趣。但如果是要吃这个纯粹的味道，以我一个地瓜的奴隶来说，我会更喜欢吃纯粹的花莲薯。这间我家人蛮喜欢的，所以我有时候会买给他们吃。这附近还有其他的伴手礼店啊，我们再一起去看一下其他的伴手礼，最后再决定要买什么。隔壁还有一间，这个是文旦复兴。刚问了一下，好像是瑞穗那边有产文旦。这家店的老板他为了要降低农民的损失，他就想说，那我来研发一下产品试试看。结果研发成功了，就有这个柚见的花莲薯。刚刚看到这个青柚烧啊，它的外形长得很像月饼。我们现在来试吃看看，如果是用柚子来做甜点的话，吃起来会怎么样？文旦酥，我来吃吃看。我喜欢很强烈的文旦类的香气，充斥了你的整个口腔。所以跟凤梨酥比起来，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我都会喜欢，可是凤梨酥一定要是土凤梨酥哦。如果是一般凤梨酥，就不是这个的对手。然后我们来吃看长得像月饼的这个，对，它其实就是月饼的外皮。我来吃吃看它这个月饼。我是一个很不喜欢吃月饼的人哦，但我觉得这个我可以。
我觉得用柚子路线真的是很天才的一个想法。对因为柚子皮它非常的解腻，对它有点微微的苦味，它会降低那种甜腻感。那你配茶的话也是刚刚好。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中秋节吃腻那个月饼啊，可以买这个对。那我好奇，如果这里面加一个咸蛋黄会怎么样？其实好像可以试试看，会不会变地狱料理？我买回去自己塞塞看。我如果做成功的话，要收版权费吧？对。这边有一个青柚小丸子，这种东西长得像凉糕，外面那种现成凉糕。我都觉得口感烂烂的，我没有那么喜欢。它这个摸起来很 Q 听说呢，它为了要让它冰起来，也不太会影响它的口感，好像用的是马铃薯做原料。对，马铃薯做的麻薯哦，很 Q 它真的很 Q，比烘桂再 Q 一点。而且他们这家店啊，柚子皮大家都知道它是可以萃取精油的，所以他们萃取出精油之后，做了很多的副产品，像这边就有洗碗精、洗手乳，最重要的是精油。它这个纯文旦的精油啊，100%都是来自于花莲在地的材料，10ml卖380元，你自己买回家把它放在这种水雾机里面，你整个家里都会充斥着果香味，还有天然驱除蚊虫的效果。这个应该就是我最想要买的。因为我觉得柑橘类的东西都还蛮适合当做芳香用。没错，那我们准备去看下一家。我们已经吃完2家，来吃第3家。一口气把所有的伴手礼都看完。这边是卖凤梨酥，花莲有产凤梨吗？听说花莲确实有产凤梨，它这边有写。它是用花莲的凤梨做的，而且好像有拿过冠军凤梨酥。他们说他们的金钻凤梨酥呢，甜度也会比外面传统的凤梨酥再低一点，因为它冬瓜酱的比例没那么高。其实我觉得，因为花莲蛮多国际观光客，那凤梨酥就是一个很代表台湾的伴手礼，所以我觉得他在花莲做凤梨酥没有什么问题啊。有道理哦。对啊，而且它也是采用在地的食材。对，试试看。酸吗？因为我其实没有那么爱酸的凤梨酥，但他们有强调他们凤梨的比例高一点，其实看得出来少一点。我觉得看它切面就很明显，凤梨的那个它会比较有一丝一丝的感觉。它外面的这一层皮呀，它是比较偏酥一点点的口感，我觉得它奶油可能用蛮好的哦。那会很干吗？不会，但我喜欢吃酸的，所以就等一下做给哥跟姐姐哦。好，我要吃看酸的。凤梨酥果然就是要吃土凤梨啊！我诚恳的推荐大家不要怕酸好吗？但你的耐酸是比一般人厉害啊，你都可以直接吃柠檬的人呢。那是我怀孕的时候啊，像块临盆，酸而辣。我觉得伴手礼买的差不多了，到时候评比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买了什么。李先生可真会买啊！是为了节目取材，这个话听得好熟悉啊！对，拍到那个机器要没电，但忘记开麦克风了。真的哦。没关系，还是可以收到一些音啊。这个民宿啊，感觉好像是被我们包动了，所以大家多多来支持一下平日的花莲旅游啦哈。那我们现在先回房间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出门。花莲呼吸民宿就像朋友家一样，外观看起来低调，房间充满屋主亲手打造的个性，很适合来一趟放空心灵的旅行。马上跟我一起来看房间如何吧。多久没有住这么有居家感？就好像是到别人家去过一夜。他这个老板很有意思哦，因为我们一进来呢，他就很骄傲的跟我们说，你屋子里面看到的，包含电灯、水电管线，都是他自己签自己做的。所以这个房子里面有很多一般人的房子里面不会出现的巧思。电视的部分，他刚刚也有跟我们说哦，它有投影，这已经比很多饭店都还厉害了，还可以蓝牙音响，对，按钮，这个按下去，有没有听到？可以直接连蓝牙，它外面还架了一个超大的 WiFi 机，每一层楼都有。你想要什么线，接头它也通通都有。这个是万国转接，外国观光客来也没有问题。那这边也有玄机哦，它床头这里啊放了一大堆插座之外啊，像这个灯，这通通都是他自己设计的。他提供的这个 USB 插座居然是高瓦数的，它这边有8个头之外呢，这可以容纳到65瓦，不是只是提供给你说哦，我有给你咯，好不好用是你家的事哦，它直接给到一个好用的规格，而且插座超多的。对啊，这边呢它也有设想周到，这个其实是给行李放的行李架。浴室的部分呢，设计了一个巧思，这是给你放你自己的换洗衣物的。这边有他们自己调配的洗发乳、沐浴乳，给的东西都还不错。那这样子的房间呢，可以住到4个人。臭脸哥，如果是你，多少钱你会选择这样的房间？4个人吗？含早餐哦，而且早餐是老板娘精心特制。他刚刚说我们的早餐可是很厉害的，你不知道我们早餐，你没有先去 Google 哦。他刚刚说不吃会后悔，明天才会知道说早餐好不好吃。那现在这样还没吃到早餐的状况下，含早你会愿意花多少钱住这间房？4个人3000块差不多吧。那我刚刚查，你知道平日啊才2200多哎，蛮厉害的哎，因为这样摊下来一个人大概500出头吧。还是因为最近游客真的比较少，有降下来吗？也有可能。
那这间民宿呢，它叫做呼吸民宿。等一下晚上我们会出去找一些吃的，那我们就待会见喽。Hello， 我是丹丹，还没订阅吗？如果你喜欢看居家装潢风格跟饭店开箱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开小铃铛。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我是肤浅喜欢被赞美的丹丹。这个 slogan 又不小心讲了一次。为什么要讲？这是不是串在中间吗？因为这边感觉好像是开头啊。我们到花莲呢，不是说好要去看他们各大知名景点有没有观光客吗？那花莲大家都知道一个很知名的观光景点是什么？东大门夜市。没错。那现在我们立刻就要来揭晓，大家都说花莲没有观光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没有，好不好？看有没有真的那么惨？好像是真的人蛮少的，有人啦，但是不多啦。他们这边的摊位同质性极高，完全都没人，还有这边这一整排。整个都关起来了可是我觉得这个夜市其实算是规划的蛮好的。你看它这边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大型垃圾桶，对，那个之前就有。但其实我觉得它卖的东西蛮多的，就是它其实就是你想吃什么，应该都是找得到的才对。可是这边摊位卖的东西，我感觉它并没有一种我在花莲的 feel 啊。它没有什么我非吃不可，一定要来这边才吃得到的。怎么办？完全没有人所以大家说花莲现在没有观光客，就是好像真的是几乎没有。这个真的是很惨，因为我们其实之前也有平日来过，没有惨成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晚上没有办法在这里找到晚餐吃，我们要另觅他处吃晚餐。我想要带大家去一个我每次到花莲都一定要吃的家庭料理，驱车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吧 ，Let's go！ 大家看看这个空旷的停车场。其实刚刚停车的时候就知道这车很少啊，可想而知就是里面的人一定很少。然后刚还在那边演说什么人怎么那么少？现在的 YouTuber 都很爱作假啦，嘻嘻。有没有很兴奋，臭脸哥？还好每一次到花莲，我一定都要来吃这一间家庭料理，里面那个主厨兼老板好像是日本人，因为我最喜欢吃日式的姜汁烧肉，它的姜汁烧肉超好吃，真的超好吃。臭脸哥蛮喜欢点他的那个汉堡排，有多好吃？真的，等一下看画面就知道。Go！ 好，我现在呢要来告解，就是我之前最喜欢这家的姜汁烧肉，那这一次呢算是 NG 了吧，因为它从姜汁烧肉变成洋葱烧肉，洋葱的分量变得太多了，所以未来呢，如果我再回来这家店，我应该会首选的是这个味噌烧肉。味噌烧肉这次的表现实在太完美了。然后第二个选择可能就是它的猪肉汉堡排，然后我会选择是起司夹心口味的。臭脸哥刚刚点那个真的是蛮好吃的。那至于姜汁烧肉呢，等到哪一天洋葱再变回以前的分量，那我就会再回来点，因为我觉得它这一次肉质也糊糊。然后洋葱又太多，就吃不到几片肉就没了。那大家如果唯一只能点一套，那就是直接点它的味噌烧肉，赞。那我们待会下间店见。有一个人坚持要离我一段距离，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看起来脸会比较小哦。而且要这样才不会有双下巴出现。不会，我可以后期把你收到你在后面，但是脸还是比我大。每次镜头前面都有双下巴，以后都要这样讲话。我们半夜跑出来，现在是晚上11点，为什么呢？因为老板推荐这附近有一间走路就会到的传统面摊，这边据他说，他觉得这个是全花莲哦。来，花莲什么最好吃的干面？对，但重点是我们也没有吃过别的花莲的干面，我们这样比没关系，我们再找另外一家。我们会吃另外一家是那个伴手礼店老板推荐我们。对，我们有问到另外一间，我们要让他们大对抗，因为两家店刚好在附近。对，那因为那间店是开早上，这间店是开半夜。我们现在晚上先来选手一这个号称全花莲最好吃的面店，来试试看，营业到几点？好像开到晚上2点，但几点也有不知道。我发现他这边好像半夜还是有很多人来吃耶，后面超多顾客的，而且这边其实不算是花莲市区，这在吉安呢。我看一些 Google 评论说这个油豆腐是最好吃，因为10块钱而已，这么一大块。那臭脸哥，你刚刚吃了，你觉得如何？还不错啊，有入味吗？有入味，我试试，蛮湿润的。它不算是油豆腐，它应该是豆腐吧？然后蛮嫩的。它味道很清爽，可以说是没味道。那我来试试看它这个卤肉饭，因为大家都说卤肉饭一定要点。它的饭是干饭，你完全不用担心淋了酱汁之后饭会湿掉，是偏北部的口味，它就是比较咸，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南部那种咸甜咸甜的口味，就不适合你。那我现在来吃一下这个干面，很 Q 它面体真的蛮厉害的。它的饭头有够，所以吃起来蛮到位的。那我觉得这一碗如果加一点辣，应该更厉害，我就加看看。我现在弄了这个油泼辣子回来把它拌一拌，看看会进化到什么程度。我闻到那个辣椒香味咯。
推荐大家油泼辣子直接给它加3匙。它的面体很厉害啦，我觉得赢过真的蛮多路边摊，因为很多路边摊的面体都烂烂的不行，我就没办法。我在台湾吃干面，我最常遇到的状况就是说是干面，但是你拌开下面都是水，就是我分不清楚那是干面还是汤面。那我觉得它这个就是几乎没有水分哎，就这一点真的是为它加很多分，对不对？叫什么？台东的，对，他在花莲，但是在花莲台东人。民宿老板娘说的，全花莲最好吃的面店叫台东的面店。等一下就回民宿准备睡觉了。刚结完账，聪文哥，你猜我们刚刚吃一整桌这样子，我听到价钱了，你听到了？对啊，我傻眼哎！我刚刚是预估说我们会大概吃300多块235，还蛮狂的。现在就真的可以安心的回去睡睡啦。我觉得民宿老板娘推的这个确实算不错，就算它不是全花莲最好吃的干面，那也应该是名列前茅啦。但是我们刚吃的是白干面哦，油干面我们没有试哈。记得一定要加辣啦，没加辣我觉得逊色蛮多的。晚安。隔天早上记得起床，享用老板娘引以为傲的自制早餐，10几种水果拼盘，好吃的烤吐司、饭团。以及半熟蛋，不止营养均衡，还真的不错吃哦。上次香蕉可以自己拔哎，他们家的一个天花板上面长了香蕉树。一边吃早餐，一边还可以欣赏老板他们四处拍摄的美丽花莲风景。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看，我在那边看它轮播，看了2天都不会腻。运气好的话，他们养的可爱猫猫还会跳到你身上跟你求抱抱哦，超级萌萌萌。所以今天要去哪里？是酱油工厂吧，因为我想要再买当地的一些食材或是煮饭的材料。发现在吉安乡这边有一间酱油的工厂可以 DIY 来。你知道吗？一支酱油要晒365天才完成诶。今天带你来的就是花莲超有名的一品纯手工酱油，原料只有黄豆、小麦、盐跟糖4样，没有焦糖色，没有化学香味，整瓶都是日晒酿出来的香味。师傅把豆子蒸好、拌曲，装进陶瓮，然后放在院子里真的晒1年。我们现在要看的是5年的酱缸哦。哦，很黑，我只看得出这个非常黑，香味非常的醇厚。我第一次闻到这种味道，之前吃的酱油都比较一般一点。大部分的消费者吃到都是可能一般的速成酱油，它味道不会是香的。而且门市还有超好玩的 DIY 现烤酱油鲜贝，香到我在门口就饿了。我在手中拿到这个酱油 DIY 的包，然后里面有鲜贝原料，后面还有一包海苔。现场呢已经准备好这个炭火炉了，我觉得我好像烤出那个酱油的香气了哎，这样子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字了吧？来揭晓。大家看得出来吗？有点长相。好勉强当过关好了。这个是我烤过的海苔制作的双层海苔汉堡。一品纯的家传酱油是沾水饺专用，老饕酱油是卤味炒肉专用，还有超珍贵的5年黑金管酱油哦。来花莲真的要体验一下，你会懂为什么这家的酱油已经变成我的新欢了。我们来到这次花莲最后一个行程呢，就是吉安庆修院。我自己觉得花莲重要的几个景点，市区啦，就吉安庆修院、将军府、东大门夜市。到吉安庆修院进去之前呢，它旁边有一间世界最好吃的马告香肠，我现在要来吃吃看，它跟我爱的那个乌来的马告香肠谁高谁低。这我第一次吃哦，我们现在去买一下。老板娘，我们要2只马告香肠，这样是100元吗？啊，谢谢。马告是原住民的一种香料，我们家的马告可以生吃。我来吃看它的马告。你吃看。它长得像胡椒，但是没有胡椒味，它是吃香气。它的味道很不一样哎，它这个感觉蛮新鲜的。老板娘刚跟我说要小心有汤汁会喷哎，蛮大只的，好烫哦。他第1名，他赢过乌来的吗？我要背叛乌来了。这个，我跟你说，一边吃香肠，一边在吃这个马告粒，它会有2种口感。香肠它是一个肉质的爽脆，这个马告它是一个硬脆的感觉，口感真的很特别，而且会瞬间爆出柠檬香气，跟你直接把马告放在香肠里面的感觉不太一样。重点哥，你试试看，真的很棒。它甜味比较重，比起乌来，我比较喜欢这里，配这个很特别，对不对？它好像多一个配柠檬吃的感觉。对，原本如果只是单吃，它是台湾第1，那现在这样子加在一起吃，它是世界第1的香肠。超加分的，比配蒜头就是多了一个特别的味道，对，特别的香味。不但是口感升级，香气也升级，很神奇。它会有一个很新鲜的感觉，油的感觉就彻底
消失了。它这个是宇宙炸弹哎！大家到吉安庆修院不只是去看日本的古迹，也一定要来吃这根香肠啊！我觉得这更值得来。而且这个就算要排队，也一定要吃，对不对？偷偷告诉大家，在花莲都没有人，你来也是不用排队的，所以像我们就直接来就直接吃了。香哦，山猪肉有没有点？这个山猪肉也是比我在乌来吃的好吃。我觉得意想不到。所以这间叫做吉安马告香肠吗？还是庆修院马告香肠？赞赞赞！应该也可以说是我此生吃过最好吃的香肠，它没有任何对手，而且老板娘她很会控制我。我刚刚看她在那边烤，很灵活，一直翻，让肉汁都没有流失，焦度熟度刚刚好。谢谢，很漂亮这个票，玉手。以前没有将军府的时候，我到花莲来玩，有时候会有一点想念日本。来到花莲的吉安庆修院就可以了，里面真的是充满日式的感觉。我们首先进来可以看到，像你去京都啊参观园林的时候，就会看到这种石灯笼。再来这边呢，是他祭拜的庆修院佛堂，而且这里是真的以前的日本留下来的古迹，对，不是真的造出来假的，是真的。有的人会说啊，我宁愿出国啊，国旅好贵啊。偷偷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全台湾目前旅游最不贵的地方就是花莲哦。那住宿的话更是便宜到极点啊，就因为现在很便宜，饭店都没有人要来住嘛。那我们去一个地方旅游呢，品质是最重要的。就这些饭店它也都是好好的营运，可是价格就可能降到甚至是可能5折啊6折。现在你去吃什么东西，通通都不用排队，而且花莲总是给我一种很 chill 的感觉，因为它离山很近，离海也很近，你到这边随时会有一种充电的 feel。我们现在走进来看这边这个回廊，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佛像，这个会不会都是从日本分灵过来吗？有可能。有些 YouTuber 他会直接在画面上，然后就拿着手机念维基百科。对，那我觉得就建议大家直接 Google 吉安庆修院哈，我就不念了。主要是想要让大家来看这边有一种伪出国的 feel， 而且这个很漂亮的玉手造型的门票，它其实上面是有智慧导览的哦，它不只是做的很漂亮而已，背面你一扫描，还有中文、英文、日文的 QR code， 扫进去可以看导览。而且它门票只要30块，非常非常的佛心。光是进来在里面狂拍照，我都觉得值得。而且其实它每一个地方都做得很精致，它上面呢都有玉珠印。日本的佛寺或是神社好像都有玉珠印可以盖，那这边上面都有。像这个是四国，这边该不会是四国遍路沿途的佛寺吧？因为上面都四国对，是啊。所以会不会其实你这样子全部走完之后，那就一口气收集完四国遍路，是这个意思吗？有啊，你看它下面这里是是四国遍路日本啊，他们有一位弘法大师，就是传扬佛法进去，这是当初他走过的路，沿途经过的寺庙。照这个路途去走的话呢，有的人会觉得说，这样我好像跟当初的弘法大师再更接近一点，也是可以帮你增进很多的功德。你觉得我要许什么愿啊？祝大家都平安顺利吗？祝你赚大钱。我们现在回来到花莲的市区要觅食，那现在我们准备转进去，等一下就会到那一间南洋料理了。民宿的老板娘推荐我们的，我们就去吃吃看。看起来是新开的店吧？民宿老板娘是只要花莲新开什么店，然后他就去吃吗？他说拉萨也不错，说海南鸡饭也不错。那我们现在就进去吃吃看吧。我们对拉萨是很严格的哦。面上来了，我马上来试试看它这个拉萨的汤对不对劲儿，用我喝就知道。肉骨茶看起来蛮认真的它还有火炉我好意外，不是因为它这个店看起来很朴素，然后它又东南亚的东西很多都有卖，所以我其实原本没有任何期待。但这个拉萨面的汤头蛮可以的，它的椰奶味比那个新加坡很有名那个百胜厨的泡面的椰奶味再浓一点点，然后味道跟那个蛮像。肉骨茶是我爱的马来西亚风味，不是新加坡风味。你在笑什么？为什么笑得那么尴尬？因为我们要做开场，可是2个老板虎视眈眈的盯着我们，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一间豆花店是我们去买伴手礼的时候，伴手礼的老板推荐的，是哪一间推的？酱油老板推的。对，他的店离这里超远对啊，我也觉得超远。他为了要吃豆花，可能要开车20几分钟吧。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去试试看，我超爱吃豆花的。Go。如何？我跟你说，10分满分给9分，差1分在哪里？就如果还有那个冰沙的话，那我直接给满分。豆花很好吃一般来说，绵密的豆花你很难入口即化，对不对？可是呢，它入口
会化作一抹清新的甘泉，就直接吞下去了，也没有什么很腥的豆味，吃起来非常清爽。那它的甜度适中，花生也炖得刚刚好。我建议大家来一定要点综合口味，它这个珍珠呢很 Q。我觉得豆花的这种珍珠，只要 Q 的话，就是赢一半。我刚刚有问，他们开了47年喽，2位老板长得都非常好看，他们家的基因一定非常好，就是戴着口罩可以感受到很精致，脸很小，五官很明确。反正这间叫什么？中医啊，这间豆花呢，我觉得一定值得特地驱车来吃。那我们等一下就回去睡觉喽。旅程终于来到最后一刻，现在我们要来揭晓我们到底买了什么伴手礼。就从第一站开始，这个是在将军府买的哦。啊，这个是花莲馅饼啊。好痛哦，切了啦！好，花莲馅饼、奶油酥条、臭脸哥呢，他跟我说这个真的非常好吃啊，菩提酥饼被我吃光了。下一个，喜欢采风，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吃这个李香香。为什么？它有另外一个产品是沙琪玛，因为沙琪玛是油炸的。这个是我近期吃到我最喜欢的零嘴了，我真的觉得如果有到花莲，不要错过这个啊！这个沙琪玛其实很好吃啊，它的口感也是非常香酥的。那因为那个是油炸，如果你是吃不胖的人，那个很好吃。第3家是上海百货，它有很多东西啦，那我们就挑了几样东西买。看到这个可爱的爱马仕造型的小茶包，里面有3个茶包，对，真的适合送礼。赤科山茶园，然后我又买了一双原名图腾的长袜，长袜不便宜耶，要200多。最近要结婚的人啊，你可以去谈谈看能不能当婚礼小物，因为我觉得这真的超适合的。好，下一个，这个叫小蓝肥皂吗？就买了一个洗头跟一个洗身体的，它的味道真的非常浓郁，我觉得它下了精油的那个本啊，应该是比其他家的再浓厚1倍吧。放在袋子里面，其实就闻得到它的香味。平常丹丹就是真的有在用肥皂洗。这个虽然说卖280、300啊，跟外面价格差不多，可是我觉得它精油的浓度多1倍，所以非常划算。下一个就离开将军府到，我的脚有点痛，我走不动了。回蓝蜀道那里有3间嘛，凤梨湾、回蓝蜀道跟文旦复兴，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花莲薯。它那个麻薯特制过后，其实里面的麻薯就算你冰过，它口感也不会硬掉。再来是青柚烧月饼的外皮，然后里面就是凤梨酥的内馅，不过它是柚子口味的。然后另外一个是青柚小丸子，没想到它非常的 Q。对，然后我非常期待，就是他跟我说这个拿回去冰在冰箱拿出来是很好吃。然后再来一个综合凤梨酥，有土凤梨酥嘛跟金钻凤梨酥。有这些东西我之后在家就可以配咖啡了，大家就看我越来越膨胀。还有一个他们用文旦做成的精油，我执意要买的啦，因为它这个纯度 100%， 那我闻到它那个味道好浓郁哦，这个用下去天然的防蚊液，放在无水香氛里面。对，也可以放在那种水雾机里面哦。下一个一品纯酱油，就是我们今天做 DIY 的。那我们买了1大1小的礼盒组，对，那这个礼盒组的话呢，一个叫老饕，一个叫家传。那我记得家传好像是适合拿来沾的，那如果是老饕的话，适合拿来卤。它的成分表呢非常的干净，教大家怎么辨别酿造酱油跟不天然的酱油哦，那大家就可以自己去参考，你家的酱油合格吗？你吃得安心吗？如果是塑胶瓶装的酱油，那你可能就要注意咯。然后再来呢，最后一家回蓝酱仁，我们买了2大2小啦，萝卜小鱼干口味的，热销第1的口味。另外一罐大罐的就是可以煮人参鸡汤的，那这边这个小罐的呢，香柚口味，另一个是小米酒口味。另外小米酒那个是要拿来煮烧酒鸡的。所以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采购的所有伴手礼。那我们这次介绍那么多伴手礼呢，就给大家一个参考。如果说你到花莲的话，不知道买什么，可以参考我们这一集。过去大家到花莲可能就是到车站前买麻薯，然后买花莲薯就撤了。那其实花莲还有这么多伴手礼，而且这么多品牌，他们都强调一件事，对不对？花莲在地，或者是他做出来的制作物可能跟花莲当地的文化有所连结。所以我想这些花莲的厂商，他们应该是真的相当爱花莲，才会在这边扎根发展。我们这一支影片呢就介绍到这边了。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下支影片继续，跟着大家出去玩，吃喝玩乐不打烊，拜拜。好，太好。现在是准备梭哈了，是不是？全部都拆来吃啊！哎，刚刚那个黑糖好好吃哦。现在这是什么口味？蒜香。我要吃，我要吃。哦，它这个打开里面
都还是这种小包装，完全不用担心说拆开吃不完它会润起，你就安心的买，它就吃起来像那种豪华版的科学面、王子面，这样说会不会很 low？ 不会啊，OK， 因为我们时间来不及了，所以只好来外带。来了，这一间是伴手礼店的老板推荐的面店，他说这一间要吃的是他的卤味，而不是面哦。那现在因为我们时间真的来不及了啦，所以臭脸哥下车去直接买卤味，打包上火车吃。挑写意面特制，很薄，适合内用，爱意面口感者不适合外带。但我刚刚外带，所以我们等一下来吃吃看，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外带。满载而归。这一趟真的是买了太多伴手礼了啦，我这行李箱都快要塞不下喽。人家陶哥说这个面不适合外带，要直接吃，我们就不信邪。现在打开你看看，整个面都粘在一起的哈，况且不要那假啦。来试试看，是不是真的是烂？不烂吗？真的很烂哎！人家老板有说了，这个不适合外带，我们硬要给他。但我觉得它调味 OK。真的吗？嗯，哦，用一口我吃吃。我们现在在火车上比较困难。调味不错哎，这调味真的 OK。它就是这个面真的不适合外带。然后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卤味，这卤味乍看之下其实有一点一般哦，因为它的外观很普普。按当初那个老板推荐我们是说，他加了他的酱，那个酱是王道，加下去呢，它就会升级为神仙美味了。我们试试看。哦，豆干，如何？真的很神吗？酱真的蛮好吃的，真的哦，真的有点偏咸一点点。我发现他们这里的口味好像都偏咸的哈，不像南部口味甜甜的。我们刚刚已经在火车上很困难的吃了那所有的卤味品项，分别是海带、豆干、控肉、油豆腐跟萝卜，真的就像是那个回来煮到老板跟我们讲的一样，它这一家的酱是生酱，然后这个酱油一下去，每一种卤味都生活搭配蛮境界。很喜欢蒜香口味的人，这个一定会喜欢。